你脑海里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是古寺里的凄美缠绵，是书生夜半读书时红袖添香的浪漫，还是那些被粉红滤镜柔化的跨物种恋爱？几百年来，人们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志怪消遣，当成才子佳人的风月传说。现在，请你把那些唯美温情的画面全部擦掉，那根本不是真实的聊斋。真实的聊斋里没有风花雪月，只有冻透骨髓的寒意。这不是一本睡前鬼故事，而是一个被当时社会生生抛弃的边缘人用落榜半生写下的残酷生存记录。回到原著诞生的真实空间，康熙年间的山东淄川乡下，正值隆冬，气温降到0度以下，北风顺着破烂的窗户纸灌进屋内。一盏昏黄的豆油灯下，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叫蒲松龄。他19岁考取县府道3个第1的秀才，从20岁到71岁，在乡试考场上熬了整整50年。这50年里，他一次又一次把写满文字的试卷交上去，换回来的是一次又一次没有名字的榜单。科举选拔程序拒绝了他，并且不提供任何理由。在不断的落榜中，蒲松龄看清了这套运转规则的残酷。他把目光投向了幽冥，把笔锋对准了系统碾压个体的每一个断面。你要先看清楚第一层，个体如何在系统中被异化。书前半部有篇夜声，这是蒲松龄记录的科举体系下个体异化的完整过程。叶生掌握了大量文学知识，文章完全符合选拔标准。县令丁大人高度评价他，资助他继续考试。但乡试发榜的日子，叶生的名字依旧没有出现。叶生回到家，生理状态迅速恶化，他停止进食，皮下脂肪流失，颧骨突出，肌肉失去力量，只能长时间躺在木床上。几天后，他死了，呼吸停止，心脏不再跳动。但叶生的意识没有消散，他的执念阻断了正常认知，他不知道已经死亡，魂魄脱离肉身，跟着丁大人赴任。在异乡府邸，叶生毫无保留地把八股文写作技巧交给丁大人的儿子。几年后，那个年轻人考中了举人，叶生感到巨大满足，觉得自己的学术能力终于得到证实。他告辞回乡，推开家门，院子里长满杂草。妻子穿着白色丧服，看到他瞳孔放大，后背撞上泥墙，声音发抖地说：“你已经死了很多年了。”叶生停下脚步，低头看向自己的身体，衣服失去颜色，手掌边缘模糊，视线可以穿透手掌看到地面的青砖。一阵风穿过院子，他的魂魄在空气中碎裂，化作灰白色的雾气消散。你仔细体会这逻辑，一个被八股文折磨一辈子的读书人，活着没得到认可，死后变成魂魄，潜意识里第一指令依然是去考试，依然是靠辅导别人来证明存在价值。那个时代的规则系统剥夺了人的独立意识。鬼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活生生的人逼成这副模样的选拔制度。当我们看透了考场那个窒息的冰冷系统，会发现蒲松龄笔下的人间往往是一潭死水。真正有温度，敢于打破这潭死水的，反而是那些被世俗排斥在外的花妖狐媚。这里我们去看第二个层次，
底层挣扎与反抗的微光，忘掉电影里那些唯美浪漫的滤镜，回到原著那座破败的浙江金华古寺，杂草丛生，神像斑驳，院子里长满参天大树。这里不是谈情说爱的风月场所，而是一个被黑恶势力牢牢掌控的杀戮场。控制一切的是被称为老妖的怪物。在这个幽冥地府的黑帮集团里，聂小倩是什么角色？她是一个被死亡和暴力胁迫的底层捞女，没有自主权，只能被迫去色诱过路客商，替黑老大吸食人血。他18岁夭折，死后魂魄被扣押在这个暗无天日的组织里。每天夜里，他不得不披上美艳的人皮，去执行那些肮脏的 KPI。放到现代语境，这就是一个被跨国犯罪集团控制、深陷泥潭无法脱身的悲惨女孩。宁采臣在原著里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蒲松龄给他的出场设定只有5个字：生平无二色。他是一个品行极其端正、内心坚硬如铁的硬汉。他敢一个人搬进传说中闹鬼的凶宅，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月光惨白地照在破窗户上。小倩奉命来猎杀他，先是笑语盈盈地投怀送抱，宁采臣板着脸让他滚。他见色诱不成，拿出一锭金子放在床头，黑帮最常用的套路。美色行不通，就用金钱收买。只要你贪念一起，命就归了老妖。宁采臣抓起金子，像扔脏东西一样，直接扔到院子里，冷冷说：“不义之财脏了我的口袋。”小倩在门外捡起那锭其实是恶鬼罗刹古变的金子，内心受到巨大震动。她见惯了男人的贪婪和虚伪，以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眼前这个衣着寒酸的读书人却有着不可撼动的道德底线。在他眼中，宁采臣不再是猎物，而是这个肮脏世界里唯一一块净土，是他逃离魔窟的救命稻草。第二天夜里，小倩再次敲门，直接跪倒在地，泪如雨下，把整个黑恶组织的底细和盘托出那些死在寺庙的书生如何被截断脚心、吸干血液。明晚老妖要来索命，他把自己的底牌全部亮出，这是一场拿灵魂做赌注的背叛。他哀求宁采臣带他走，把骨灰带回乡下安葬。宁采臣答应了。在剑客燕赤霞的帮助下，他们度过了群魔乱舞的夜晚。但你以为逃出古寺就大团圆了？真正的考验在他们回到宁采臣家乡后才开始。小倩跟着回来，迎接的不是热烈欢迎，而是宁采臣母亲深深的恐惧和排斥。在那个封建礼教森严的社会，一个来历不明的女鬼怎么可能被主流家庭接纳？接下来蒲松龄用让人心碎的笔触描写小倩如何卑微求生。她收起了法术和美貌，每天天不亮就烧火做饭、洗衣打扫，不敢吃人间食物，只能吸食米粥的香气。宁母怕她，她就远远站着，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用无微不至的伺候去融化那座冰山。她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一个合法的人间身份而战，用近乎残酷的自我规训去洗刷身上那层被迫沾染的黑帮污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真诚终于打动了宁母。当宁母开口叫他一声孩子的时候，小倩才算真正在人间活了下来，甚至生下了孩子。在这个故事里，蒲公用一把无比温柔的手术刀剖开了偏见与救赎的真相。
一个深陷泥潭的边缘人，只要心里还有一丝对光明的渴望，只要遇到一个正直不阿的灵魂托底，就能在悬崖边上生生趟出一条重生的路。如果说聂小倩是一场黑暗中的艰难外渡，那么英宁就是一声划破几千年封建铁幕的惊雷。明清时期的女子讲究笑不露齿，行不动裙，被三从四德捆绑成面目模糊的木偶，谁要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声大笑，那就是不知廉耻，伤风败俗。偏偏蒲松龄创造了英宁一个由狐狸和人结合生下的女孩，从小在深山野林长大，没受过半点人类社会的规矩污染。书生王子服在元宵节的人海中只看了英宁一眼，就彻底沦陷。为什么？因为英宁手里拿着一枝梅花，正肆无忌惮地笑。那笑容太干净了，没有半点心机和防备，像春天里最野蛮生长的花朵。王子服害了严重的相思病，一路痴痴傻傻寻到深山。当他拉着他的手，红着脸表白想和他做夫妻时，你猜英宁怎么反应？他没有娇羞，也没有恼怒，而是瞪着清澈的眼睛问：咱们是亲戚，晚上当然要睡在一起呀。王子服急着解释，不是那种睡在一起，是夫妻那种。英宁扑哧一声笑了。我不习惯和一个陌生人睡一张床。这段对话写得绝妙。英宁的憨态不是装傻，而是一种绝对纯粹的自然状态。在他的世界里，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防线，没有对性的羞耻感，没有人类社会那些弯弯绕绕的试探。它是一张白纸，是一面照妖镜，把人类被礼教压抑出来的猥琐和扭曲照得清清楚楚。王子服把他带回家，王家大院炸开了锅。英宁那毫无顾忌的笑声，成了这座死气沉沉的宅院里最刺耳也最鲜活的声音。婆婆觉得她没规矩，下人觉得她疯疯癫癫，但英宁不在乎，她依然在花丛里笑，在树上笑，哪怕被严厉训斥，也能瞬间破涕为笑。她的笑是一种天然的防御机制，是对那个压抑人性的封建礼教最清脆、最无所畏惧的嘲弄。有一次，邻家一个登徒子看上她的美貌，想要调戏她。英宁将计就计，假装答应，却在墙角放了一截枯木，里面藏着一只巨大毒蝎子。那个登徒子半夜翻墙过来，一摸枯木，被蛰得惨叫连连，差点丢了性命。你看，英宁绝不是一个任人拿捏的傻白甜，她是大自然孕育出来的精灵，有野性的智慧和反击的力量。任何想用世俗肮脏去玷污她的人，都会付出惨痛代价。但故事的结局却让人感到深深的悲凉。英宁的狐狸母亲去世了，他求王子服帮忙安葬。办完丧事那天，一向爱笑的英宁痛哭了一场。从那一天起，那个笑声能把树上的花瓣震落的英宁再也没有笑过，哪怕你故意去逗他，他也只是一脸平静。蒲松龄在结尾冷冷地落了几笔，像钝刀子割肉一样，让人难受。英宁为什么不笑了？因为他终于学会了人类社会的规矩，懂得了生离死别，更因为那座名为世俗礼教的巨大牢笼，终于还是把这个山野精灵驯化了。他不仅停止了笑，连他生下的孩子也不像他当年那样爱笑了。这是何等的绝望！
系统和规矩像一台无形的碾压机，一点点榨干了鲜活生命的灵气。小倩为了生存，主动套上了人类的枷锁。英宁在经历了人间的悲欢后，被追咽下了那串最自由的笑声。在那个年代，无论是鬼是狐，只要想活在人类社会，就必须削去棱角，变成面目模糊的人。即便如此，蒲松龄依然把最美好的笔墨留给了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在小倩洗心革面的决绝里，在英宁曾经响彻天际的笑声中，我们看到了人面对死水一潭的命运时爆发出的最旺盛的生命力。那是一点点试图对抗系统设定的微光，哪怕最终熄灭，也足以照亮我们这些今天依然在各种无形枷锁中挣扎的内心。当狐鬼的恩怨讲完，蒲松龄笔锋一转，带我们走进《聊斋》最暗黑最刺骨的篇章。这里没有法术的缓冲，没有温情的救赎，只有现实的世俗权力对底层个体毫无保留的正面碾碎。这一层我们要看权力碾压与灵魂的代价。先看促织，故事发生在明朝宣德年间。深宫里的最高权力者仅仅因为多了一个斗蟋蟀的雅兴，这阵轻飘飘的风顺着层层权力网络往下吹，落到陕西华阴县就变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死网。县令为了积累政治资本，把进贡优质蟋蟀摊派给百姓。村里有个叫程明的读书人，为人老实木讷，偏偏被上司强行摊派了理政的差事，负责收缴蟋蟀。这是个要命的差事，程明交不出符合标准的虫子，很快被押到公堂。你仔细看原著里这段挨打的描写，衙役把他死死按在青砖地上，用粗大的白蜡木棍狠狠击打臀部和大腿。100棍打下去，皮肉彻底破裂，鲜血把粗糙的棉布裤子染成暗红色。等衙役松开手，程明已经连站立的生理机能都丧失了，只能靠2只手肘撑在地上，拖着血肉模糊的下半身，一步一步往家里爬。青石板上拖出一条断断续续的血迹。为了凑钱交罚款，家里仅有的几亩薄田和破旧家具全部被变卖。这就是底层的真实处境。上位者的一个微小爱好，就是底层家庭倾家荡产的灭顶之灾。程明被逼得走投无路，听说村里神婆能指点迷津，便拖着伤腿去求了一张画着路线的纸条。半夜里没有任何光线，他一个人趴在村外荒坟的乱石堆里，周围死一样的寂静。在冰冷的泥土里挖掘，指甲缝里塞满黑泥，翻开一块残破的墓碑，终于听到一声清脆的虫鸣。一只体型庞大、颜色深黑的蟋蟀趴在那里。程明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用竹筒把它罩住，带回家装进铺着细沙的瓦盆里。对程明来说，这不是虫子，而是全家人躲避下一次物理惩罚的免死金牌。第二天，程明出门办事，家里只留下9岁的儿子。悲剧发生在最漫不经心的瞬间。男孩出于好奇，偷偷掀开瓦盆盖子，蟋蟀双腿发力跳出瓦盆，落在院子的泥地上。院子里刚好有一只散养的公鸡，猛地跑过来一口啄下，当场把蟋蟀啄得肚破肠流。男孩看着地上死去的虫子，脸色惨白。他虽然只有9岁，但他太清楚这只虫子意味着什么了，那是父亲用半条命换来的活路。
男孩吓得逃出家门。程明回到家，看到空空的瓦盆和死去的蟋蟀，感觉天塌了。他和妻子发疯一样的找儿子，最后在村口的深井边看到了水面上漂浮的衣服。程明找来绳子下到井里，把男孩捞上来。男孩的皮肤被水泡得发白，四肢关节僵硬，彻底没有了呼吸。蒲松龄没有写父母嚎啕大哭，原著里只有化怒为悲，抢呼欲绝8个字。程明和妻子把儿子尸体放在草席上，两个人呆呆地坐在旁边，没有眼泪，也没有声音。这种死寂比任何撕心裂肺的哭喊都更让人窒息。这是人在面对绝对绝望时，连悲伤的力气都被抽干的真实状态。到了半夜，草席上的男孩突然有了微弱的呼吸，虽然心跳恢复，但双眼空洞，对外界没有任何反应，成了一具维持最低生理机能的躯壳。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短促的虫鸣。程明循着声音找过去，抓到了一只又小又瘦的黄褐色蟋蟀。他别无选择，只能带着这只迈向极差的虫子去县衙交差。谁也没想到，这只不起眼的小虫子在斗盆里展现出骇人的杀伤力。面对体型比他大好几倍的强壮对手，他没有丝毫退缩，直接腾空跃起，一口死死咬住对方脖颈的关节缝隙，直到把大蟋蟀咬死。后来一只大公鸡跑来啄它，小蟋蟀竟然跳起3尺高，直接落在公鸡头顶的红冠子上，死死咬住。公鸡痛得疯狂甩头也甩不掉。程明靠着这只战无不胜的蟋蟀彻底翻了身，县令得了提拔，巡抚得了赏赐，程明被免除一切差役，得到大量金银财宝，买下大片良田，穿上了绫罗绸缎。1年之后，躺在床上的男孩终于清醒过来，坐起身对父母说，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蟋蟀，在斗盆里跟其他虫子拼命厮杀。很多人初看以为这是个苦尽甘来的结局，但你扒开这层美好的外衣去看里面的血肉，这哪里是喜剧？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一个普通家庭想要跨越阶层，想要在这个残酷的世道里安全地活下去，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一个9岁孩子的灵魂被硬生生抽离，注入一只低等昆虫的体内，去经历那些残酷的撕咬和命悬一线的恐惧。程明一家的泼天富贵是建立在骨肉至亲的灵魂异化之上的。系统没有给底层人留下任何做人的尊严。想要活命，你只能让自己变成供上位者取乐的虫子。当人间的路被彻底堵死，我们跟着蒲松龄的笔触走向更深处的幽冥，去看看席方平的故事。这里撕开了权力网络最丑陋的面纱。席方平的父亲性子刚直，因为一点土地纠纷得罪了村里富户。这个富户手眼通天，直接拿钱买通了阴间的鬼差。几天后，父亲突然暴毙身亡。席方平察觉到了蹊跷，咽不下这口气，他停止进食，活活把自己饿死，魂魄脱离肉身，直奔阴曹地府，要去替父亲讨个公道。但他到了地府才发现，这里的官僚体系和人间一模一样。他先走到城隍庙，城隍高高在上，那个害死他父亲的富户就站在一旁。席方平递上诉状，
城隍看都不看，直接挥手让鬼卒把他按在地上，用带刺的棍子狠狠打了一顿。席方平拖着被打得透明的魂体继续往上走，来到郡司衙门。郡司同样收了富户的银子，对席方平又是一顿更加残酷的毒打。从城隍到郡司，这是一个上下串通、水泼不进的利益同盟。席方平没有任何法术傍身，没有任何显赫背景，他唯一的筹码就是这道不愿意屈服的魂魄。他咬着牙，一步一步走到了阴间的最高审判机构阎罗殿。阎罗王穿着黑袍坐在大殿之上，席方平满怀希望地递上状纸。然而阎罗王的反应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没有审问，没有查证，阎罗王直接下令大刑伺候。原著里对这场酷刑的描写真实的让人牙酸。两个狰狞的鬼卒抬来一张长方形的铁床，下面烧着熊熊烈火，铁板被烧得通红。他们抓起席方平仰面按在烧红的铁床上，高温瞬间烫焦了他的皮肉。大殿里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骨骼在高温炙烤下发出脆响。这种超越极限的痛苦足以摧毁任何人的意志。阎罗王坐在上面冷冷地问他：你还告不告？只要你现在撤诉，马上放了你。席方平吐出一口混着血水的唾沫，死死盯着阎罗王，吐出2个字：不撤。阎罗王怒了，命人把席方平拖下来，拉到木架子前固定住。2个身材高大的鬼卒拿来一把5尺长、生满铁锈的巨型大锯，他们把锯齿对准席方平的头顶，用力拉动锯子。生锈的锯齿硬生生割开头皮，锯断颅骨，脑浆和鲜血顺着铁锈流淌下来。锯条继续往下切开鼻骨，割断喉咙，劈开颈椎，一直拉到胸口处。阎罗王再次发问：只要你认输低头，这锯子就停下。席方平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发出了微弱但坚定的声音：不。锯条继续往下推进，切断肋骨，撕裂内脏，一直劈到骨盆。席方平的身体被硬生生锯成2半，掉落在冰冷的石头地面上。这是何等的震撼！阎罗王试图用最恐怖的物理刑罚碾碎席方平的精神脊梁，逼迫他向这套贪腐的规则低头。席方平没有退路，他用自己的被一次次烧焦、被劈开的残缺身躯去硬刚那个坚不可摧的权力巨网。他知道自己赢不了，但他宁愿粉身碎骨，也绝不承认这黑白颠倒的世道是合理的。故事的最后是二郎神巡视路过，恰好接到了席方平的状纸，这才大发雷霆，把阎罗王、郡司和城隍全部治罪，让席方平的父亲还了养。但你仔细回味这个结局，这绝不是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的爽文。席方平的胜利充满了偶然性。如果二郎神那天没有路过呢？如果高层的权力没有偶然垂青于这个角落呢？席方平的魂魄就会在阎罗殿里被一次又一次地锯开，永远沉沦在无底的黑暗中。地府的规则并没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它只是在更大的权力面前暂时屈服了。在促织和席方平这2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底层人在面对庞大系统时的深深无力。有的人像程明一家，被迫扭曲了灵魂去迎合规则的齿轮；有的人像席方平，
宁可玉碎，也要撞向那面坚硬的高墙。蒲松龄没有给他们加光环，他只是用最克制也最冷峻的笔墨，把血淋淋的真相摊开在我们面前。这才是《聊斋志异》的骨血所在。他告诉我们，比青面獠牙的恶鬼更可怕的是那些坐在堂皇大殿之上，披着人皮的同类。如果说促织和席方平展现的是肉体上的毁灭，那么下面我们要走进的这两个世界，展现的则是对人灵魂和本来面目的彻底消解。这里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严刑拷打，但它能让你眼睁睁看着一个正常人如何一步步主动毁掉自己的脸，如何在一个虚无的执念里耗尽自己的精气神。先看罗刹海市，几百年来无数人把这篇故事当成一个光怪陆离的海外奇谈，但如果你真的看懂了蒲松龄的底层逻辑，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奇谈，这是对世俗圈子最恶毒也最精准的侧写。马季是个商人，长得五官端正，一表人才。一次出海经商，海上风暴改变洋流方向，他的船在狂风巨浪里漂流了10几天，搁浅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海岸上。马季下了船，天空灰蒙蒙的，没有阳光。他走进附近村落，房子全用粗糙的黑石头垒成。路边有几个村民正在处理海鱼，听到脚步声，转过头看到了马季的脸，村民瞳孔瞬间放大，脸上露出极度惊恐的表情，吓得扔掉刀具，连滚带爬往屋里跑。沉重的木门死死关上，整个村子死一般寂静。马季觉得荒谬，走到水洼前照了照，五官匀称，没有任何问题。他继续往深处走，躲在暗处观察。过了一会儿，街上走来一个穿着华丽官服的男人，马季看清他的脸，倒吸一口凉气。那个男人的颧骨像2块石头高高凸起，2只眼睛根本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左眼长在额头边缘，右眼耷拉在鼻翼旁边。最可怕的是鼻子，鼻孔完全朝外翻卷着，竟然长了3个鼻孔。但让马季震惊的不是这个男人的丑陋，而是周围人的反应。村里的人看到这个如同恶鬼一样的男人，全都恭恭敬敬弯下腰，呈现极度卑微和服从的姿态，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高高举过头顶递给他。马季终于明白了，这里叫罗刹国。规则完全颠倒衡量一个人地位高低、掌握资源多少的唯一标准，就是丑陋的程度。器官排列越扭曲，面容越狰狞，在这个社会里就越吃得开，爬得越高。而像马季这样符合正常人类审美、五官端正的人，在这里就是引发恐慌的异类，是必须被排斥和隔绝的怪物。马季想要在这个国家活下去，想要打入权力中心去做交易，他找到了一个曾经去过人类社会的老人。老人看着马季干净的脸，叹了口气，告诉他，你这张脸就是你最大的催命符，只要你还保持这副正常模样，在这个国家寸步难行。生存的本能和世俗的欲望开始在马季心里交战，最终他做出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决定。回到阴冷石屋，角落里有一个熄灭火塘，里面堆着黑色木炭。马季走过去，蹲下身，抓起一块黑炭，用力捏碎，炭粉落入手心。他吐了一口唾沫，把炭粉和唾液混合成黑色泥状物，
然后举起双手，把这些黑色污泥狠狠抹在自己干净的额头上。粗糙的碳颗粒摩擦着皮肤，他继续往下抹，盖住脸颊、鼻梁，填满毛孔。为了迎合罗刹国的审美，他故意用手指在眼眶周围画出粗重不对称的黑圈，把左脸涂得比右脸深，硬生生制造出一种扭曲和失衡的错觉。当他完成这一切，走出石屋，光线照在脸上，原本端正的五官已经被大面积黑色色块彻底掩盖，失去了正常人的轮廓。他亲手毁掉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他顶着这张涂满煤灰的脸走进朝堂，朝堂上的官员个个奇形怪状。当这些怪物看到马季这副丑陋不堪的尊容时，竟然全都露出赞赏的神色。国王看到他脸上的黑色涂层和不对称线条，大为高兴，当场赐给他很高的官职。马季得到了想要的地位和财富，但他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从那一刻起，他感觉到脸上泥巴干涸后的紧绷感，碳粉随着呼吸掉落在衣领上。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洗脸了，必须时刻维持这种自我污染的状态。他和其他怪物官员坐在一起吃饭喝酒，酒杯碰在嘴唇上，边缘的煤灰粘在杯子上，混进酒水里。他只能张开嘴，把这些混着煤灰的脏东西一起咽进肚子里。一旦他忍不住去洗，露出原本干净的皮肤和端正的骨骼，这个圈子就会立刻翻脸，把它撕成碎片。蒲松龄在这里用一种近乎残酷的白描写透了世俗圈子的逆向淘汰。当你身处一个病态的环境里，为了获取资源和生存空间，你不得不主动弄脏自己的羽毛，抹杀自己的底线，变成和他们一样面目模糊的怪物。这就是现实的巨大压迫感。他不打你，不骂你，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你，逼着你自己把煤灰抹在脸上。当我们看完罗刹国那令人窒息的煤灰，蒲松龄笔锋一转，带我们回到京城一座破败的寺庙。如果说罗刹海市是人被外界逼迫着改变本来面目，那么这片画壁则是人在自己内心的执念和欲望中彻底迷失并耗尽生命。朱孝廉是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这天偶然走进一座废弃寺庙，大殿里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发霉腐烂的木头气味，墙角结满灰白色蜘蛛网。朱孝廉的目光被墙上的一幅壁画吸引，一幅因为年代久远而开始斑驳掉色的壁画。在壁画右下角画着一个年轻女子，头发梳成松散的少女样式，手里捏着一朵花，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朱孝廉站在那面泥墙前，视线死死盯在女子脸上，看得很入神，目光顺着女子眼角的弧度和嘴唇的比例来回游走。他保持这个姿势，完全沉浸其中。就在这时，周围环境开始异变，大殿里发霉的气味消失了。朱孝廉感觉到脚下不再是坑洼不平的青砖，而是变成了坚硬平整的石板。他猛地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不在破庙里，他站在一条陌生走廊上，而那个壁画上的女子活生生站在前方不远处，正转过身来时他招手。朱孝廉心里的欲望彻底被点燃了，他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这里是哪里，迈开腿就跟着女子走进一个昏暗狭小的房间，门被关上。他们在幽闭空间里度过了一段缠绵时间。但在《聊斋》的世界里，欲望从来都不是免费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房间外面突然传来极其恐怖的声音，粗大的金属铁链拖在地板上发出的尖锐摩擦声，伴随着沉重且缓慢的皮靴脚步声，木板地面在重压下发出痛苦的嘎吱声。女子的脸色瞬间惨白，她惊恐地指着角落的木床，压低声音告诉朱孝廉，金甲神将正在搜查私藏的凡人，让他立刻躲进床底，绝对不能发出一点呼吸声。朱孝廉吓得浑身发抖，趴在地上像虫子一样蠕动着往床底钻，床底下积满厚厚的灰尘，他的脸紧紧贴在冰冷砖块上，灰尘吸进鼻腔，呛得几乎要咳嗽，但他只能死死捂住嘴，强行压下生理反应。就在这时，房间的门被一股巨大力量踹开，门轴发出断裂的巨响，一双穿着黑色皮靴的脚踏了进来，皮靴底部镶满闪着寒光的铁钉。朱孝廉在床底视线刚好能看到那双皮靴，一个身穿金色铠甲的男人手里拖着粗大铁链，用冰冷的声音质问女子有没有藏匿下界的人。女子用发抖的声音极力否认。那双镶满铁钉的皮靴在房间里缓缓走动，一步两步，最后停在床边，铁钉距离朱孝廉的眼睛不到3寸，他甚至能闻到铁链上的血腥味儿。朱孝廉心脏疯狂收缩，心跳声大得仿佛要震破耳膜，全身肌肉因为极度恐惧而痉挛，大量冷汗顺着额头流下来，滴在床底灰尘里汇成暗色泥点。他觉得喉咙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掐住，那种马上就要被铁链锁住脖子拖入无底深渊的真实窒息感，几乎要让他当场崩溃。就在他觉得马上要死在这张床底的时候，突然感觉肩膀被人用力抓住，有人在剧烈摇晃他的身体。朱孝廉猛地睁开眼睛，视线重新聚焦，没有昏暗的房间，没有金甲神将，也没有那双镶着铁钉的皮靴。他依然直挺挺地站在破庙冰冷的大殿里。摇晃他肩膀的是和他同行的朋友，朋友奇怪地看着他，问他站在这里发什么呆。大殿里光线依然昏暗，空气里依然是腐朽的木头味儿。朱孝廉浑身被冷汗湿透，大口喘着粗气，心脏依然狂跳。他慢慢转过头，再次看向左侧那面墙壁，壁画依然在那里，颜料依然在剥落，那个女子依然在画面右下角。但是让朱孝廉头皮发麻的是，画面的细节发生了一点改变。女子头上原本松散的少女头发，现在被紧紧地盘在头顶，变成了已婚妇人的发髻样式。墙壁是干燥的，墙面是平整的。朱孝廉看着那面墙，终于明白了一切。他刚刚在床底经历的那种心跳骤停的恐惧，真实的肌肉痉挛和濒死感，根本不是真实发生的。这一切全是他自己的感官欲望投射到一面涂着矿物颜料的泥土墙壁上，在大脑里构建出来的巨大幻觉。这就是画壁真正刺痛人心的地方。人类总是轻易地被自己的欲望和执念牵着走，在一个完全由自己幻想出来的空间里担惊受怕，耗尽心血，体验生死恐惧。但当外力打断了这种迷梦，当一切幻境坍塌，你才会发现所有的繁华、恐惧、执念不过是那面冰冷泥墙上的一捧灰尘。欲望的主体在墙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而那面墙本身根本没有任何改变。罗刹海市和画壁一外一内，构成了《聊斋》最荒诞也最真实的终局底色。在罗刹国，为了迎合外界病态的规则，人必须亲手毁掉自己的脸。在画壁前，为了满足内心虚无的执念，人对着一面泥墙消耗着自己的真实生命。蒲松龄没有写一兵一卒，却把人在这世间如何被环境扭曲、被欲望吞噬的悲剧写得入木三分。在这两篇故事里，无论是主动逢迎还是被动沉迷，个人的本来面目都在这场巨大荒诞中被消解的连一丝痕迹都不剩。随着罗刹国的煤灰和画壁前的冷汗被一阵北风吹散，我们这趟《聊斋》长卷终于走到了最后一站。你可能会问，既然蒲松龄已经把人间的系统看透了，把地府的贪腐写绝了，把世俗圈子那套吃人的潜规则全都血淋淋地扒开了，那他为什么还要活着？在这满眼的绝望和荒诞里，到底还有什么东西能支撑这个70多岁的落榜老人，在那间漏雨的茅草房里，把几十万字一笔一划写完？下面这个叫焦娜的故事，将解决你的疑惑。在这里，蒲松龄没有写一点点算计，他只是把在这残酷世道里普通人能活下去的最后一点温度，毫无保留地捧给了你。孔雪莉是一个把书读废了的穷书生，科举没有给他任何出路，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齐，只能像个孤魂野鬼一样，在异乡的荒郊野岭里游荡。走到天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遇到一户姓黄甫的人家。这家人看他是个读书人，就留他住下，让他教家里的孩子认字。孔雪莉后来察觉到，这荒郊野外的大宅院根本不是什么正常人家，他们全都是狐仙。但孔雪莉没有跑，她太穷了，也太孤独了。外面的世道冰冷刺骨，哪怕对方是异类，至少在这里他能有一口热饭吃，有一张床睡觉，有人愿意听他说话，这就够了。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着，直到有一天，孔雪莉的胸口突然长了一个肿块，起初只是个硬核，没几天肿得像个大桃子，变成了一个溃烂的恶疮。那个疮疼到了极点，白天黑夜折磨他，疼得连一口粥都咽不下去，只能躺在床上等死。他害怕，因为他明白，在这个利益交换的世界里，一个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濒死之人，随时会被扫地出门。就在孔雪莉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咽气的那天夜里，房门被推开了，黄甫家里那个名叫焦娜的小姑娘端着一盏灯走了进来。焦娜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也没有任何嫌弃，她直接走到床边，伸出冰凉的小手，轻轻按在孔雪莉滚烫红肿的胸口上。狐仙体温偏低，那只手刚一放上去，孔雪莉就觉得那股钻心的剧痛被压下去了一半。接着焦娜褪下自己手腕上的金串，在孔雪莉的恶疮上比划了一下。她拿着金串那层薄薄的边缘，对准溃烂的最深处，毫不犹豫地划了下去。黑色的毒血瞬间涌出来，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焦娜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一点一点把那些坏死淤血和毒水挤干净，然后把一颗红色药丸塞进深深的伤口里。整个拔毒过程痛彻心扉，但孔雪莉一声都没吭。
他看着眼前这个低头为自己治病的狐仙姑娘，心里突然涌起一种久违的踏实感。焦娜治好了他，转身就走。他没有提任何条件，没有要1分钱诊费，甚至不需要孔雪莉说一句感恩戴德的话。你看懂蒲松龄在这里藏着的刀子了吗？在阴曹地府里，席方平为了讨个公道被锯成2半，在人间成名的儿子为了活命变成虫子，到处都是拿钱买命的交易，到处都是步步为营的算计。但在焦娜这里，救人的逻辑简单到了极致。你一个穷书生尽心尽力教了我们家孩子认字，现在你快死了，我就该救你。这是一种完全脱离了身份地位，脱离了利益核算的本能托底。后来孔雪莉的病全好了，她辞别皇甫一家，去了外地做个小官。又过了几年，有一天孔雪莉正在衙门里办事，突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黑压压的乌云像铅块一样砸向地面，空气里弥漫着让人窒息的压迫感。孔雪莉心里猛地一沉，她知道这是狐仙家族遇到了天劫，天道无情，要降下雷火把这群异类彻底抹杀。如果是世俗里那些精明的人，这个时候躲都来不及，谁会为了几只狐狸去拼命？但孔雪莉想都没想，一把拔出墙上的长剑，迎着漫天的狂风和炸雷，直接冲进那片被天火包围的绝境。他在倒塌的废墟和燃烧的火海中看到了焦娜，一个长着青面獠牙、体型巨大的怪物，正死死抓着焦娜的身体，要拖她入深渊。头顶上更粗的闪电正在汇聚。孔雪莉不会什么法术，她只是个肉体凡胎的普通人，但她咬紧牙关，双手死死握住剑柄，发疯一样冲过去，用尽全身力气把手里的长剑狠狠刺进那个怪物的身体。怪物吃痛惨叫一声，松开了焦娜。可就在同一瞬间，一道积蓄已久的天雷轰然劈下，正中孔雪莉的胸口。强烈的雷击瞬间摧毁了她的心脏，衣服被烧成灰烬，皮肤大面积碳化，她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直挺挺倒在了焦黑的泥水里，彻底没有了呼吸。当风暴终于停歇，乌云散去，焦娜从满地狼藉中爬起来，跌跌撞撞找到孔雪莉，看着眼前这个为了救自己而被雷火劈成焦炭的男人，焦娜双膝发软，跪在泥水里放声大哭。接下来蒲松龄写下了整部《聊斋》里最让人动容的画面。焦娜停止了哭泣，俯下身，用手掰开孔雪莉紧闭的牙关，然后闭上眼睛，从自己的丹田深处把那颗自己修炼了不知道多少年，用来维持性命的红色腰丹一点一点逼了出来。他俯下身，嘴对嘴，把那颗红彤彤的腰丹硬生生渡进孔雪莉的嘴里，推入咽喉。过了一顿饭的功夫，倒在泥水里的孔雪莉胸腔猛地起伏了一下，倒抽了一大口冷气，缓缓睁开了眼睛。故事讲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你闭上眼睛，再回望一眼蒲松龄笔下的这个世界。庞大的社会系统是一台无情的机器，它不讲道理地碾压着每一个普通人。考场上的规矩逼死了叶生，县令的贪婪逼死了成名的儿子，地府的腐败撕碎了席方平，扭曲的圈子逼着马季涂黑了自己的脸。在那些宏大的叙事和冰冷的规则面前，小人物的挣扎显得那么可笑和无力。
蒲松龄写下了所有的黑暗，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看完之后去自暴自弃。他把整本书最大的光芒留给了焦娜和孔雪莉。在这个世界里，你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去掀翻那台庞大的机器，你也无法改变那些根深蒂固的吃人法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闭目等死。蒲松龄告诉我们，普通人对抗这残酷世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最底层的泥泞里去建立那种不计较得失、不衡量价值的互相救助。狐仙用金串划开书生的皮肉，拔出毒血，书生拿着铁剑迎着天雷去刺穿怪物。狐仙再吐出自己保命的妖丹，让书生重新有了心跳。在危险和绝望降临的时候，能救你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明，也不是那些堂皇的规则，而是那个跟你一样在底层挣扎，却愿意对你伸出手的同类。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释放一丝没有算计的善意，还有人愿意在你跌倒时拉你一把，我们就没有理由彻底绝望。那一点点跨越了物种、跨越了生死的真心，就是我们在废墟中继续咬着牙走下去的唯一余温。当淄川乡下的这盏孤灯终于熬干了灯油，几百年前的那阵风依然在吹着。这本用血泪写成的绝命书，我们今天就彻底翻到了最后一页，认清生活的真相，然后带着那一丝人性的温度，继续勇敢地活下去。感谢你的长途陪伴，我们下期再见。